2016年4月5日，一位30岁的广东小伙彭独在咖啡店里偶遇了22岁的乌克兰美女维卡。彭独对对方一见钟情之后，追求不到1个月，两个人就成为了恋人。2016年12月21日，在两人认识刚满8个月的时候，他们就领了结婚证。维卡的出生日期为1994年2月，婚后她为彭独生育了2个混血儿子，一家4口的生活让人羡慕。如今距离他们结婚已经过去6年了，他们的婚姻还幸福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的内容就带大家走进他们的跨国婚姻。1986年9月，彭独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的一个商人家庭里。彭独的父母原本都是江西人，在改革开放后，他们顺应下海风潮，便来到了珠海做起了生意。夫妻2人能吃苦有本事，将生意逐渐做大。彭独还有一个弟弟，他和弟弟可以说是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的。虽然家境较好，但是彭独的性格却是内向的，又不太爱说话。为了改变儿子的性格，父亲让彭独参加起了体育训练。这其中，彭独对网球充满了兴趣。就这样，从6岁开始，彭独就接受了专业的网球训练。此后，即便是上学，彭独也从未落下过网球的训练。14岁那年，彭独又代表北京队参加了全国青少年网球比赛。在这次比赛中，彭独获得了冠军，这也让他名声大振。此时的彭独是网球场上的宠儿，同时也是父亲的骄傲。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彭独在身高上被其他同龄孩子超越，他身高只有 1.78 米，这在网球赛场上并不算高。除此之外，他的身体素质也不算太好，所以之后参加的比赛中，他的成绩下滑严重。2003年，17岁的彭独参加了高考。当时他是以体育生的身份参加高考的，本来自己的分数已经到了能被北体录取的分数线了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，彭独还是被北体拒绝了。就这样，彭独高考落榜了。落榜后的彭独又被选拔进入了广东省网球队。此时，彭独并不算天之骄子，广东省队给了彭独1年的时间，让他找回巅峰的状态。1年下来后，彭独的状态有所好转，但始终无法达到国内1线水准，广东队也放弃了彭独。之后，彭独在珠海市网球队里找了一个兼职，主要就是陪练的工作。只不过这份工作并不算忙，陪练的机会也不多。闲暇时，彭独为了多赚钱，跑到物流公司做搬运工。虽然1个月的工资只有900多元，但是彭独却十分卖力。期间，他做过司机，开过货车，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他的影子。不过从小不愁吃穿的他，也从未想过攒钱，赚到的钱几乎都和朋友吃喝了。虽然花了钱，但是彭独却交到了很多知心朋友。靠着攒下的人脉，彭独做起了不少小生意，这些生意都进行得很顺利。到了2014年的时候，彭独已经靠自己在珠海买了房，买了车。2016年4月5日这天中午，彭独和往常一样来到珠海市香洲区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。他坐在咖啡店外面的亭子里，大约10分钟后，彭独抬头一看，发现一个身材高挑、染着黄头发的女孩走进了这家咖啡店。而且女孩在走路的时候，脸上还带着微笑。就在那一刻，彭独整个人都被迷住了。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女孩，一看就知道这个女孩是个外国人，长发飘飘，看起来非常干净，非常善良。没错，是心动的感觉，也是一见钟情的感觉。这个女孩满足了彭独对另一半的所有要求。其实这个女孩就是彭独的乌克兰妻子维卡。维卡1994年2月出生于乌克兰中西部城市文尼察，父亲是退役军人，后来成为了一名大巴车司机。母亲则是家庭主妇，照顾着维卡和大维卡3岁的哥哥。在维卡小时候的印象里，全家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围在一起看成龙的电影，所以他们全家都是成龙的影迷。从成龙这里，他们全家开始了解起了中国，所以维卡从小就想要来中国看一看。2011年，维卡成功考入了敖德萨国立大学，主修的是计算机专业。到了大2那年，维卡还辅修了德语专业。大
大学期间的维卡可没闲着，他一边上学一边打工，为的就是攒点钱，好实现来中国旅游的心愿。2015年6月，维卡顺利从敖德萨国立大学毕业。毕业后，他在当地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工作期间，他的目的就是攒钱。2016年1月，维卡终于攒够了机票钱，他踏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。在临走前，维卡特意查询了基辅飞往中国各大城市的机票费用。他发现飞到山西太原的机票最便宜，因此维卡把中国之行的首站定在了太原。抵达太原之后，维卡是独自一人，他完全不懂中文。街上琳琅满目的中国美食映入眼帘，可他一样都不认识，所以也不敢轻易尝试。他只能去超市买些巧克力来填饱肚子。待了大概1周左右，维卡身上的钱也所剩不多了。他决定先在太原市找一份工作。经过多番寻找，最终他找到了一份礼仪工作。这份工作并不稳定，收入也不多，而且公司提供的吃住条件都让维卡很难接受。后来在同事的建议下，维卡又去了天津。在天津，维卡找到了一份在咖啡店里做服务员的工作。由于这家咖啡店的顾客大多是外国人，维卡出色的英语水平有了用武之地。不过这份工作也不太顺利，老板拖欠了维卡的工资。2016年3月底，维卡来到了珠海市，依然从事一些模特走秀、平面拍摄和礼仪的工作。平时工作之余，维卡喜欢到咖啡店里喝咖啡。这天，维卡独自一人来到了咖啡店。彭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目光一直停留在这个外国女孩身上。他心里琢磨着要不要上前和这个女孩搭话。搭话的时候该说些什么好呢？因为平时不爱学习，彭独的英语水平实在不怎么样。他拿起手机，开始用翻译软件把自己想说的话翻译出来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大约已经过去了10分钟。彭独鼓起勇气走到了维卡的旁边，然后礼貌地对维卡说：“你好，从你走过来，我就一直注意着你。我觉得你特别漂亮，我想和你聊聊天，可以吗？”维卡笑着回了一句 OK。 就这样，彭独坐了下来，两个人开始聊了起来。因为语言不通，他们竟然聊了20多分钟，但聊天的内容却少得可怜。因为每聊一句，彭独都需要用聊天软件翻译一下，这让两人的聊天变得非常尴尬。为了逃离这份尴尬，彭独假装淡定，然后起身和维卡说了再见。分别时，彭独和维卡已经相互添加了微信。出了咖啡店后，彭独就给维卡发了消息，改天请你喝咖啡。得到的回复依然是 OK。 之后的日子里，几乎每天中午两个人都会在咖啡店相遇。虽然每次聊得不多，但见面的次数多了，两个人也都对彼此有了了解。他们从出生经历聊到了兴趣爱好，在两个人看来，他们的三观非常符合。不过彭独从维卡这里得知，维卡即将要回到乌克兰。可是彭独已经喜欢上了维卡，他当然不想让维卡离开。就这样，彭独策划了一场浪漫的表白。为了确保表白能够成功，彭独特意在网上搜集了各种资料，想看看究竟该怎么向一位欧美女孩表白。2016年4月20日中午，彭独把维卡约到了一家咖啡店。他借着去卫生间的机会，跑到前台拿了一束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玫瑰花，然后捧着花来到了维卡旁边，深情地对维卡说：“维卡，不要回乌克兰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让你留在中国和我在一起。”只见维卡一直在笑，却一句话也不说，这让彭独很尴尬，两个人只好转移了话题。虽然表白没有成功，但是维卡也并没有和彭独断了联系。此后的聚会中，两个人不再局限于咖啡厅，他们会一起到海边散步，会去逛公园，会彼此分享自己工作上的苦与乐。2016年5月4日这天，彭独和维卡在公园里散步，两个人边走边聊天，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，彭独直接拥抱了维卡，并且主动亲吻了维卡。维卡没有躲避，两个人深深拥吻在一起。从这天起，两个人正式开始了恋爱。恋爱后的生活非常甜蜜，维卡搬到了彭独的家里。两个人的工作都很消闲，大多数时间里，两个人都四处游玩，几乎逛了大半个珠海。城市的很多角落里都有他们恋爱的影子。
两个人在一起不满1个月，彭独就将维卡带回到了父母家。由于语言不通，维卡和公婆并未过多交流，大家一直在笑。总的来说，彭独的父母对于维卡这个媳妇儿也很满意，毕竟这是儿子自己选择的。2016年12月21日一大早，彭独和维卡在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领取了属于他们的跨国结婚证。从这一刻起，维卡也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彭独。当天中午，维卡和自己的父母视频聊天，这是她头一回把丈夫引荐给爸妈认识。乌克兰的父母倒没怪女儿自己拿主意，反而急着想亲眼见见这位中国女婿。这时候彭独可紧张了，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，张嘴就用中文跟岳父岳母问好：“叔叔阿姨好。”领完证之后，彭独和维卡商量着办婚礼的话一定得去乌克兰办，为的是去乌克兰的时候能让岳父岳母眼前一亮。彭独提前3个月就开始锻炼身体，他希望自己的肌肉能达到最佳状态，向老外展现中国男人的阳刚之气。2018年10月，彭独和维卡前往了乌克兰。在乌克兰，彭独一待就是整整3个月。在这3个月时间里，他会去市场买菜，也会去健身房健身，也会跟着老丈人到河边钓鱼。总之，在3个月的相处过程中，彭独和岳父岳母一家培养了深厚的感情。期间，彭独和维卡还举行了乌克兰当地特色的婚礼。而婚后不久，维卡就在乌克兰当地的一家医院里生育了一个混血儿子。儿子虽然出生在乌克兰，但是彭独却并没有着急让儿子上户口。2019年1月，彭独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珠海，第一时间他就给儿子办理了中国户口，让儿子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公民。有了孩子之后，维卡也辞去了工作，专心在家里照顾孩子。而彭独则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，公司的业务范围很广泛，但作为老板的彭独并不算忙，很多时候他会和妻子一起带娃。疫情发生后，彭独的事业遭遇了一些冲击，他的收入相比之前要差了不少。不过因为之前的积累，对于他们的生活并未有太多改变。2022年2月25日，维卡又在珠海市的一家医院里生下了一个混血儿子。儿子出生后，夫妻俩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了，几乎是一个人照看一个孩子。2022年9月，彭独的大儿子进入了珠海市的一家幼儿园。虽然大儿子还不到4岁，但却已经掌握了3门语言。他的乌克兰语、英语和中文水平都很出色，常常会担任爷爷奶奶和妈妈之间的翻译。自从有了他之后，维卡和公婆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了。看完彭独和维卡的幸福生活，接下来我再介绍一下乌克兰这个国家。那么乌克兰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？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，是一个半总统共和制国家。它南接黑海和亚速海，北临白俄罗斯，东北接俄罗斯，西与波兰、斯洛伐克、匈牙利相连，南同罗马尼亚、摩尔多瓦毗邻。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总面积约为60.37万平方千米，是欧洲国土面积第2大的国家，仅次于俄罗斯。相当于法国与德国面积总和的67%。截至2023年，乌克兰的人口大约是3773.3万人，拥有超过110个民族，其中乌克兰族占了大约77%，俄罗斯族占了大约17%。自苏联解体以来，由于人口自然减少和领土变化，乌克兰的人口数量从5200万锐减到了如今的4000万以下，出生率持续走低。劳动力外流的情况相当严重。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的报告，乌克兰大约有600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长期或短期的在海外工作，大约占了总劳动人口的20%。他们主要流向了波兰、德国、捷克这些欧盟国家，而持续的冲突更是让这个趋势雪上加霜。乌克兰主要的宗教信仰是东正教和天主教，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，但俄语也普遍通行。首都是基辅，它不光是乌克兰的首都，更是全国的经济、文化和政治心脏，坐落在乌克兰的中北部，横跨在第聂伯河的中游两岸。在一家世界知名旅游杂志的评选里，基辅可是登上了全球10大美女之都的榜首。
基辅这座城市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它最初是在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建立的，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从9世纪到13世纪，基辅成为了第一个基辅罗斯的都城和中心，因此享有罗斯城市之母的美誉。它的总面积大约是827平方千米，人口数量超过了295万，是乌克兰人口最多的城市。这里还拥有众多著名的旅游景点，比如独立广场、圣索菲亚大教堂、安德烈斜坡、基辅金门、基辅洞窟修道院等等。除此之外，基辅的地铁站更是以其独一无二的设计风格而闻名世界。这其中，阿森纳站可是世界上第2深的地铁站，它的深度达到了惊人的105.5米，相当于在35层楼的地下，仅次于平壤荣光站的110米。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2大城市，它坐落在乌克兰的东北部，东边紧挨着俄罗斯的边境，地理位置可以说相当重要，面积大概有3.14万平方千米，常住人口数量大约在145万左右。哈尔科夫的经济实力那是相当雄厚，是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和科技中心之一，其中机械制造产业尤为发达，包括拖拉机、发动机、机床和工具的制造。哈尔科夫还是乌克兰的教育中心之一，其中哈尔科夫国立综合大学是乌克兰最古老的大学之一，具有强大的科研能力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哈尔科夫便成为俄军的重点进攻目标。冲突导致哈尔科夫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。利沃夫是乌克兰西部的一座重要城市，位于德涅斯特河上游及布格河上游之间的丘陵地上。利沃夫是乌克兰民族文化的中心都市，拥有许多珍贵的剧场、博物馆建筑以及古老的大学。其中，利沃夫旧城区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是游客们不可错过的景点。敖德萨是乌克兰第4大城市，也是敖德萨州首府，位于乌克兰南部德涅斯特河流入黑海的海口东北30公里处，面积约236.9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01万人。敖德萨港是乌克兰的重要港口，是乌克兰的黑海门户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，与世界60个国家的200多个港口有来往，承担着乌克兰50%以上的对外贸易货运任务。在俄乌冲突中，敖德萨也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。敖德萨还以其丰富的历史遗迹、美丽的海滨风光而著名，如波江津阶梯、沃伦佐夫宫、波托茨基宫等。乌克兰的气候主要受到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影响，大部分地区呈现出温带大陆性的气候特征，四季分明，夏季温暖而冬季寒冷，年降水量分布不均，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上。乌克兰地形多样，95%以上是平原地形，这些平原的平均海拔高度约为175米，但也兼具高地、低地、山脉等多种地形特征。乌克兰的高地主要包括第聂伯河西岸高地和沃伦波尔多高地等，这些高地的海拔并不高，平均在200至400米之间。低地则主要分布在第聂伯河东岸以及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地区。卡尔巴阡山脉位于乌克兰的西部边缘，是欧洲中部的一座重要山脉。虽然山脉断续分布，但为乌克兰增添了壮丽的山地风光。第聂伯河作为乌克兰的母亲河，是欧洲第4大河。它自北向南横贯乌克兰中部，全长约2200公里。在乌克兰境内的河段长度约1121公里。乌克兰还拥有3000多个自然湖泊，如亚尔普格湖、萨塞克湖、卡古尔湖和阿利别伊湖等。乌克兰的森林覆盖率达14%，横跨森林沼泽带、森林草原带和草原带3个植被带。乌克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万至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，当时乌克兰现今疆土上就已存在古代人类的居民点。在公元前2000年末和公元前1000年初，东欧地区最古老的种族基米里人开始在乌克兰草原地带定居。公元前7世纪末，斯基泰人赶走了黑海北部沿岸草原上的基米里人，并形成了斯基泰国。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，希腊人在黑海沿岸建立了一些移民城邦，并形成了奴隶制国家。
公元5世纪左右，东斯拉夫人开始在乌克兰地区定居，并逐渐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。公元9世纪，基辅罗斯在乌克兰地区崛起，成为东欧第一个封建国家。时至11世纪，基辅罗斯达到鼎盛时期，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。12至13世纪，基辅罗斯逐渐衰落并发生分裂，形成了若干个罗斯公国。13世纪，蒙古军队入侵乌克兰，基辅罗斯大部分地区被蒙古金帐汗国统治。蒙古统治结束后，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先后占领乌克兰，乌克兰处于立陶宛波兰联邦的统治之下。1654年，乌克兰哥萨克领袖赫梅利尼茨基与沙皇俄国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定，乌克兰东部并入俄国。1917年，乌克兰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。1922年，苏联成立，乌克兰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。在苏联时期，乌克兰的工业迅速发展，尤其是重工业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乌克兰宣布独立。独立后的乌克兰在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努力融入欧洲和国际社会。同时，乌克兰也面临着诸多挑战，包括经济困境、腐败问题、地区冲突等。自2014年以来，乌克兰东部地区爆发了持续的冲突，对乌克兰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据世界银行、欧盟委员会、乌克兰政府2023年联合评估乌克兰未来10年的重建与恢复成本需4860亿美元。那么，乌克兰的未来究竟会如何？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巨大谜题。乌克兰的命运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兴衰存亡，更深远地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与历史走向。你对于乌克兰的未来有何看法？又或者你曾在乌克兰留下了哪些难忘的经历？好啦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